7月份啊，要再没有打工人来上海啊，我估计啊，就是上海30%的这种企业啊，大量的公司啊，这边都得要崩盘，都要撑不住了。真不是开玩笑啊，家人们啊！因为现在就是你看啊，从5月份、6月份吧，对吧？4月中旬开始啊，在上海打工的人啊，就少得可怜啊。你像我们公司啊，就每天到访的阿姨，包括来接单、来登记的啊，顶多啊也就5、6个、6、7个，最高峰的时候也就10几个。你跟前2、3年去相比的话，完全就差了一大截。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上海曾经的梦想之地，如今却冷清了许多。2025年节后返沪高峰不再，高房价、低收入、岗位减少，让年轻人们纷纷离开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当今上海的现状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上海今年又少了100万人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？反正我们做这行的确实是有这种感觉，就是说今年呢，你感觉到活特别难找，就是找到自己称心如意的活，基本上就是说很难找到合适的。所以呢，铁子们有一个差不多的厂，你就可以先干着了。那你说工作这么难找的情况下呢，应该有好多铁子觉得找不到合适的活都回老家了。所以今年呢，你就不管是门店或者说其他的水果店了、餐饮店了，他们都说人特别少了。对，消失的这帮人都去哪了？都回老家啦。据悉，为了留住人才，上海放宽了落户政策，本科毕业即可落户。可现实残酷，户口拿了，房子买不起，教育医疗资源还得抢，生活压力没减，政策偏向高学历、高技能的人才。普通打工人根本是沾不上边儿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近期，上海发布了2024年统计公报。2024年末，上海常住人口为2480.26万人，总人口数少了7.2万人，其中外来常住人口983.49万人，跌破1000万，减少了23万。可以说呢，现在上海人口流失的趋势是挡不住的。网友感叹道：上海还是那个上海，但留下来太难了。高房价、低增收、蓝领岗位减少、金融行业裁员，正将原本奔赴梦想之地的年轻人推离了城市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来上海有一段时间了，我发现这个现在上海的人比前几年这个人要少了很多。人流量最多的这个南京东路步行街啊，以前这个人多到什么程度？多到这个你走路都走不了。但是现在啊，我到那个南京东路去看了一下啊，街上人非常稀，没有什么人。还有这个淮海中路，以前人流量也是比较多的，现在这个街上呢也都比较少啊，不是说没人，就是很少感觉。还有我以前熟悉的一些这个店铺，该关的全部都关掉了，而且这个很多这个店铺都空在那里，没有租出去。那么也说明了一个问题，来到上海的人在逐渐的减少。上海是南方最大的一个城市，拥有2400多万人口，其中一大半呢是这个常住人口，包括了这个上海土著，还有在上海买房落户的这个新上海人。那么另外一半呢，就是来到上海工作或者是旅游来玩的啊。从侧面也反映一个问题啊，中国的人口是在下降的，这个出生率也在减少。有网友指出，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上海的就业环境越来越差，工作难找，收入少得可怜，很难支撑正常的生活开销。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，都是难逃一劫。社会底层就业人员就更不用提了，大家日子过得心酸又无奈。今年的上海的就业市场就一个字形容：惨。火车站挤满了拎包流浪的年轻人，不是想去旅游，是被裁员以后不知道去哪。企业大门呢贴满了招聘已满，本科生毕业36岁投100份简历，没有任何的回音。曾经风光无限的白领，现在蹲在马路边送外卖、摆地摊，就为混口饭吃。这不是一线城市该有的样子，却是2025年最真实的样子。官方的数据呢，也可以说明问题。上海今年打工者现状什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就上海某小区啊，有120户左右，其中56户失业待业的状态，失业率远超官方数据的4.2%。大家脑补一下呀，空荡荡的写字楼和凉透的商场，连985硕士毕业生都在跑网约车，什么大厂程序员送外卖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。2025年，大多数人失业还领不到失业金。有博主指出，有人说关掉8000万公务员食堂能够拉动消费，但现实远比想象要残酷。关键问题不在于食堂，而在于大多数人都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小企业也活不下去了，哪来的消费力？一位在上海从事架构师的女生也分享了自己不幸的遭遇。我们公司要裁员了，今天下午以前部门的同事跟我说，上海地区除了几个架构师，开发全部裁掉。这2年大环境不好，公司去年年底就裁过一批人，还不到1年的时间，这次又裁人了。我深知现在的大环境有多差，
虽然赔偿了，但是真的落到头上了，还是比较焦虑的。我是家里的长女，地地道道的农村人，弟弟妹妹还在读大学，如果工作没有了，压力还是很大的。因为家庭条件不好，毕业没多久就到上海打工了，多挣点钱，让父母的生活过得好一点。平时都在努力工作，无奈比不上大环境的残酷，比不上出身好工作不用愁。如果没有那么幸运的话，就祝福他找工作一切顺利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他都会乐观的生活下去，一起加油下去。应届毕业生的日子也不好过。但是西西告诉你的是，在上海现在真的很难找工作。我们是24年应届生毕业，当时走的就是校招、春招、秋招。就往届的师兄师姐，他们正常就可以拿4到5个 offer， 而且都非常的轻松。但是到了我们这一届之后，我们发现找工作特别的吃力。我们投了好多的企业，每个人差不多投了得有70-80个是至少的，但是请面试的可能就那么3-4个，然后得到 offer 的话，基本上每个人就只有1个，甚至是就最多也就2个。跟以前的情形完全不同了。外企曾经是高薪稳定的代名词，如今也深陷裁员的泥沼。上海到底有多少人正在失业？本周三，上海花旗银行召开员工大会，会上宣布大裁员，3500人瞬间失业。前同事就在花旗银行里面，上个月刚和老婆办完婚礼，休完婚假，结束之后回到公司上班，没想到碰到了大裁员。外企相比于国内公司给的员工补偿还是挺多的。他们公司给的补偿是 N+6。裁员潮下，上海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联合办公空间的小格子见火了。今年上海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，就是我最近公司在搬家，所以在找办公场地，我就去很多那种类似于联合办公就比较漂亮的、比较环境好的这种场地，我都发现有那种特别小的格子间，就是那种1个人、2个人的那种格子间，就是你3个人坐都坐不进去的那种大小的。但是很意外的是，我去看的这些场地，基本这种小格子间全是满的，里边全有人很忙碌的在工作。我就在纳闷，就这些人群是什么人群呢？我分析了一下，就是大概率都是这2年失业的然后原来都是在这种比较好一点的这种企业工作，然后这2年失业，可能想找跟原来薪资差不多工作找不到又不想降薪，就想自己尝试去做点什么，手里正好有一笔 N+1的遣散费就租个小的这种场地做点什么。然后为什么要租这种联合办公呢？就是因为还有那种上班的感觉，因为那种联合办公的那种环境一进去就感觉你还在工作。很多找不到工作的网友甚至觉得生活都没有希望了。你知道在上海失业超过1年的人后来都怎样了吗？16个月492次投递，收到0个面试邀请。职场空窗期仿佛是一种原罪，刚离职时只觉得解脱，我以为这是人生重启，但很快自由变成了另一种折磨。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求职，却被现实打回原形。慢慢的，我开始天亮睡觉，下午起床，刷招聘软件刷到麻木。收到第100个、第200个、第300个已读不回时，我的情绪终于爆发了。我开始害怕接到家里电话，害怕朋友的关心，我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做什么都做不好。直到我发现小红书职场相关的笔记，10个姐妹8个在失业，每一个上岸喜报背后是几百份石沉大海的简历。8月份房租到期。要知道，在上海房价均价在6到8万每平，郊区是3到4万，买房是天方夜谭，租房都很吃力。一顿快餐30到50块钱，地铁单程5到10块钱，生活成本让普通人喘不过气。收入呢？蓝领工资不涨，白领被裁，金融科技行业缩编，年轻人来追梦，却发现梦太贵，卷不动了。不过呢，即使这样，也有一些农村的务工者想来上海讨生活。那为什么还到上海打工呢？尤其农村的，家里没收入的，都要去这里郊区农民1000块生活费，政府给的。我们上海农郊区像松江奉县那个地方，他们1000块1个月。像这个江苏什么地方，浙江外地的农村里面很少，那边全差不多。还有网友指出了最近上海出现的变化，
大家都在讲说上海今年有多难，我想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上海。我是在2010年差不多来的上海，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。那今年看下来，我觉得有几个变化还是挺明显的。一个是我觉得上海的人其实肉眼可见的变少了，就是以往我现在是住在闵行那边，闵行郊区，其实那边是一个打工人的聚集地，就是它有很多的工厂，所以以往一旦有一些房子出租的话，就会有很多这种年轻的小夫妻很快就会租出去。但是呢，今年看下来就是明显没有那么快了。中介发的房子可能今天发，过了好久都还没有人租。就是而且我每天坐地铁的时候会发现人也变少了，人还是很多，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拥挤，根本就上不去地铁。就最近这1年其实没有出现过。网友还指出，商场的衰落也是显而易见的。以前他在长寿路上班，附近巴黎春天商场曾是我们中午吃饭的常去地方。饭点时呢，经常要排队，但现在几乎是不需要排队了。商场内店铺大多已经关门，整座商场显得是冷冷清清的，餐饮区也几乎全都歇业。另外，现在上海奢侈品遇冷，1元店爆火，也是很多人都关注到的奇怪现象。比如像恒隆广场的 GUCCI 关门，爱马仕店销售量创新低，但隔壁主打5元专区小店单日营业额突破了100万。深圳 Costco 开业当天，14万人抢办会员卡。外界认为，现在中产崩塌，财富缩水，让人们只买值的，不买贵的。2024年中国区奢侈品平均客单价下跌35%，频次却上升，消费降级已经成了新常态。其次，外企和外国人的数量肉眼可见减少了。过去在博主所在的办公楼里，各家外企的老外随处可见。外国人聚集的街区也曾经是热闹非凡，各种餐厅生意兴隆。但现在呢，老外越来越少，那些曾经热闹老外餐馆也是关了不少。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其实上海的就业形势确实越来越严峻了。以往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35岁、40岁职业危机，但现在就我有很多同事，他们是94、95后，就可能也就刚满30岁，但他们现在已经找不到工作了。我有一个同事，他离开了我现在这家公司之后，又去了2、3个公司，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裁员。就是业务都是经营不下去，所以他现在没办法，只能自己干。这就是目前我看到的上海。另外，上海街头处处透着萧条，有网友在市中心瑞金医院旁边拍到了这样的景象。你们相信吗？这个是上海市中心啊，瑞金医院旁边的一连排的铺子啊，一连排的。现在这个行情真的是让人堪忧啊！这已经是现在上海的现状。大家呢可以出去看看，其实呢有很多的店铺都在贴着招租转让，很长时间呢都找不到人，租不出去。很多的小公司呢也都干不下去了，大公司呢也都在裁员降薪。现在上海呢送外卖跑腿的是越来越多，基本上呢达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。因为现在很多人呢没有更好的选择，他只能去接一些网约车呀、外卖跑腿这些去过渡一下。现在呢，很多单位也是发不出工资的，很多人的工资呢也是减半的，也有好多人呢好几个月已经没有拿到工资了。那还有网友指出呢，现在的上海出现了这样一种怪象：豪宅与贫民窟并存，一墙之隔却是2个世界。在陆家嘴江景豪宅旁边，月租500块钱的棚户区里挤满了外卖员。在深圳科技园中，人才公寓灯火稀疏，而一街之隔的握手楼却是夜夜喧嚣。前滩上海楼单价超过25万每平方米，高净值人群饮上上万一口的红酒，享受着湾区的夜色。而不大远处大排档里，打工人为了6块钱炒粉反复的砍价。这种景象既根源在于畸形的城市财政，高价卖地开发豪宅，压低拆迁成本，牺牲城中村，结果造成了豪宅吸血、贫民窟造血的不正常循环。分析认为，核心问题是泡沫破裂、结构失衡，机会集中于少数人，城市红利被利益集团把控，制造业外迁压缩普通人向上的通道，写字楼空置率飙升，企业外逃，年轻人逐渐失去奋斗动力，底层月薪6000，金融年薪100万，分化之下，机会越集中，底层越难翻身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